蒲公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野菜，很多人喜欢在春天的时候挖它来吃。其实蒲公英不仅好吃，而且药用价值很高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会收获3个好处。首先，蒲公英可以入肝、胃经，具有清肝降火、养肝明目的功效，所以对肝脏健康非常有好处。其次，蒲公英有尿床草之称，具有利尿消肿、抗菌消炎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吃对泌尿系统健康有好处。最后，蒲公英具有消肿散结、止痛的作用，对女性来说有利于乳腺健康。不过呢，如果用蒲公英搭配2种植物，养生效果会加倍哦。第一个，搭配玫瑰花。玫瑰花药价值也很高，有疏肝理气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用蒲公英和玫瑰花一起泡水喝，能修复受损肝细胞，让肝脏更健康。第二个，搭配玉米须。玉米须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玉米的须子。玉米须呢有很好的利尿消肿、清热祛湿的功效，所以没事用玉米须和蒲公英泡水喝，能更好的排出体内湿气，让身体更健康哦。很多年纪大的人晚上会有起夜频繁、夜尿增多的情况，导致睡眠质量也很差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勾勾我们的小拇指。首先伸出我们的双手，除了小拇指的4个手指呢都握住，然后弯曲小拇指，双手互相的勾住，这样拉一拉，每次5分钟就行，可以早晚都做一次。因为我们的小拇指对应的是肾经，这样按摩可以加强肾脏功能，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。除了这个方法，还可以用手指按压小手指的第1指节和第2指节，它们呢分别对应的是肾穴和命门。坚持按压对肾脏和膀胱都有好处，也能够帮助改善夜尿增多的情况。那我们平时呢还要多注意养护肾脏的健康，除了多进行体育锻炼外，还可以呢经常的喝点桂圆枸杞茶，不仅有养肾的作用，还能够帮助改善失眠哦。现在很多人闲来无事都喜欢嗑个瓜子唠唠家常，并且现在瓜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，但是有的人却说1把瓜子等于6碗米饭，不仅会增肥，还会损害肝脏。那这种说法对吗？一般我们吃的是葵花籽，而100克的葵花籽含有的热量大约有600卡。我们每天呢吃的1小碗米饭也就有100卡。这么说来，1把瓜子确实抵得上6碗米饭了，并且瓜子含有很高的脂肪，如果少量吃，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那相反还能够帮助保护心血管，但如果过量食用的话，也可能会损害肝脏。不过有2种瓜子真的不要吃。第一种，带味道的瓜子。现在的瓜子有的是红枣味的，有的是咸味的，还有奶香味的。建议这样的就不要吃，因为这些瓜子在加工时会加入很多的糖分和盐分，吃多了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2种，发苦的瓜子儿。有的人吃到发苦的瓜子也没有扔掉，而是继续吃，这样的瓜子多半是发霉了，可能含有黄曲霉菌，如果吃多了就可能损害肝脏，对健康不利。那平时养护肝脏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菊花茶，有清肝明目、降肝火的作用，对肝脏健康有帮助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除了3高，尿酸高也找上门了。其实这和不好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都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想要控制好尿酸，平时要做好3件事。1. 控制好饮食。尿酸高的人平时呢要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，比如海鲜、啤酒等，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，这样对控制尿酸有帮助。2. 适当的运动。经常运动可以提高免疫力，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对排出尿酸也有一定的帮助，比如散步、慢跑、游泳等运动都可以。3. 多喝水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每天多喝点水也能够促进尿酸排泄，对降尿酸有帮助。除了做好这3件事以外，还可以呢常喝2种水。第一种，百合泡水。百合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百合中含有秋水仙碱，有很好的利尿作用。那经常泡水喝，可以促进尿酸排泄，有助尿酸排出，减少痛风发生。第2种，蒲公英根泡水。蒲公英根含有很多营养，药用价值也很高，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作用，能够抑制尿酸堆积。没事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降尿酸，预防痛风。说到转氨酶，很多人不太了解，转氨酶是我们人体代谢过程中所必需的物质，它是存在于肝细胞中的。如果转氨酶升高的话，那么肝脏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
所以当转氨酶升高时，下面的2种食物就尽量不要吃了。第一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中含有非常多的脂肪，吃的过多很容易增加肝脏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。辛辣刺激食物吃多了也容易增加肝脏负担，导致肝火旺盛，所以转氨酶过高的朋友就不要吃这类食物了。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，就是菊苣根和菊花茶。菊苣根有清肝利胆、利尿消肿的功效，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修复肝细胞，有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而菊花茶有清肝明目、降肝火的作用，所以肝不好的人经常用菊花茶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保护。很多女性都有乳腺结节的困扰，除了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动作。首先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双手向上抬起，手掌心向内，然后手臂自然的上下甩动，双腿也配合着弯曲伸直，甩动一会儿再站直，左手向上抬起，右手自然落下，然后交替的甩动。这个甩手动作做5到10分钟，每天甩动3次。这样甩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排毒，还能够舒展肩膀，缓解腰酸背痛，对疏通乳腺结节、改善驼背有很大帮助。那女人有乳腺结节要少生气、少熬夜，注意多运动。推荐大家可以常喝蒲公英根茶，有通乳散结的作用，有助改善乳腺结节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。但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，有的人一喝水就有尿，而有的人半天也不去厕所。那这2种情况哪种更健康呢？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喝水都是需要排尿的，但如果一喝水就有尿的话，这可能不是正常的现象，这可能是排尿系统或者是肾脏过滤功能出现了问题，或者和膀胱储尿量少有关系，最好去检查一下。但喝很多水不排尿，这也不是一种好的现象。如果长期不排尿，这样会给肾脏和膀胱增加负担，损害肾脏健康。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，对身体健康都是不利的。那对于喝水，大家还需要注意，不能够一次喝太多的水，还有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，这样对肾脏和膀胱健康都是不利的。对于肾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多注意养肾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吃养肾食物，比如桑葚、枸杞、核桃等等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排便虽然是生活中的小事，但是排便次数和肠胃健康有很大关系。有些人一天要排便3次，而有的人3天才排便1次，这2种哪种对肠胃更好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首先我们来说一天排便3次。有的人身体新陈代谢快，肠胃蠕动强，那么就会吃得多，排的也多，这样的人肠胃是很健康的。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脾胃受寒，吃了生冷刺激的食物，就会有拉肚子的情况，一天要排便好几次，这时就要多注意肠胃健康了。再来说3天排便1次，这样的人通常是便秘了，可能是因为饮食和作息不规律、喝水少、不运动引起的。便秘会增加肠道负担，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对健康不利。那经常便秘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通便食物，比如苦荞、燕麦、苹果等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不管是哪种都有各自的问题，但如果是一天排便3次，第一种原因相对来说肠道还是不错。女人都以瘦为美，一说到减肥，那真的是令人头疼。其实一天中有3个时间最容易发胖，如果能够避开，或许减肥会事半功倍。第一个，早上7点到9点，这个时间是吃早餐的时间。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，所以要营养均衡才行。这样能够提高新陈代谢，促进身体排毒，对减肥瘦身有帮助。如果不吃早餐，或者早餐吃得不好，就很容易发胖，并且对肠胃健康也不利。第二个，饭后2小时，饭后2小时也是最容易发胖的，尤其是上午10点和下午3、4点的时候，很容易饿。如果这时候吃东西，吃一些零食或者热量比较高的食物，那么就会让体内脂肪越来越多，导致身体肥胖，所以最好避开这个时间。第三个，晚上8点以后，很多人睡觉比较晚，所以晚上就容易饿，这时最好不要吃东西，要不然会给肠胃增加负担。
不仅会导致体内堆积脂肪，还会影响睡眠质量，对健康不利。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，就尽量避开这3个时间吧。不过可以经常的喝点冬瓜荷叶茶或者蜂蜜柠檬水，对减肥有帮助哦。好啦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可以关注我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拜拜。